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楠。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在心里悄悄地问自己几个问题。您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最近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累，走几步路呢就气喘吁吁？有没有觉得胃口变得很差？又或者是总觉得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来？您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人老了，或者是一次小感冒的后遗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您心里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点了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您就来对了，因为您可能正在忽略一个藏在衰老和感冒面具下的致命威胁——中老年人的重症肺部感染。目前呢，最新的疾控数据显示，虽然目前全国流感活动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呼吸道病毒的威胁从未远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次发烧咳嗽可能扛一周就过去了，但是呢，对于身体机能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同样的病毒却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悄无声息的肺部攻坚战，甚至是危及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临床上呢，它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称号，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说沉默呢？因为它来的时候可能不发烧，不会有剧烈的咳嗽，仅仅表现为精神萎靡、食欲下降、乏力嗜睡。那这些信号太容易被当成普通的不舒服而忽略掉了。可一旦等到老人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意识模糊，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肺部感染可能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发展成了我们经常听说的白肺，病死率很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沉默的杀手剖析明白。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呼吸科的运松医生。那运松医生呢，也会和我们共同来剖析整个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欢迎您，运医生。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直接进入到主题当中。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重症肺炎、白肺的背后呢，往往都是突然发生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次感冒之后，咳嗽呢变得拖拖拉拉，很久都不好，总是觉得气管炎老毛病咳够了就好了。那这种他们眼里的小毛病，会不会就是埋下严重隐患的那个前奏呢？运医生？您说的非常对。这种拖拖拉拉的咳嗽很可能就是急性支气管炎没有彻底治好，或者是反复感染，这都给肺部埋下了一个隐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呼吸道的一次内部损伤，气管、支气管黏膜的一个炎症变得一个脆弱。平时呢，身体还能维持基本功能。那如果说以这个发生了一次损伤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肺功能的一个大力的下降，以及防御力的一个下降。这次呢，就是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那这个防御力下降以后呢，它会有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再进一步的感染，引发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炎症。也就是说，在 CT 片子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片片的一个白色的阴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白肺。所以呢，一次没有彻底治好的一个支气管炎，有可能成为日后的一个严重肺炎的隐患。那能理解哈。其实您提到这个比喻呢，也是警醒我们来关注它哈。老百姓常说的气管炎，尤其是一次一次的犯，或者是一次拖很久的这种哈，我们绝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么这个反复的支气管炎和最终可能会出现的严重的肺炎和白肺之间，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多久的一个发展过程呢？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人而异。支气管炎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的患者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呢，就是自洁的能力差，就是咳嗽咳痰的能力比较差，深部的一些感染的细菌或者炎症细胞呢，它很难就是通过呼吸道完全排干净。第二个呢，就是局部的免疫力差。由于反复的一个炎症呢，导致那个呼吸道黏膜呢损伤，就是呼吸道黏膜是我们抵御外面的一个病原体，包括病毒、包括细菌的第一道防线。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支气管炎没好，你反复的咳嗽，它这个第一道防线就会被破坏，就是裸露到外面。裸露外面以后呢，就是很多的细菌和病毒就很容易就扎根进来。可以说就是它就会走得更深了，是吧？对的，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相当于你的城墙的外边那一层的保护没了，就是直接就可以开门进来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多其他的新的病原体和细菌都会进来了，就是之前的一些我们这些能保护的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让他们进不来。就有些病原体的致病能力其实是很弱的，
比如说有些白色念珠菌啊等等这些，它是可以定植的，它附着在那个气道表面上，它是不会进入到气道里边、气道上皮细胞里面去引发一个感染，它会被这层膜挡住。那如果没有这层膜以后，它进入到气道以内、气道上皮细胞以内以后，它紧接着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去引发一个很强的一个感染或者是炎症。那这个就是老年人在反复支气管炎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把深部的痰啊等等咳出去的能力就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黏膜容易损伤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条风险链条哈，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梳理清楚了。那对于这些经常有支气管炎问题的这些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自己能够判断的危险的信号，来告诉大家，到底这一次是老毛病犯了，还是说这个时候我应该警惕一点了？明白，就是它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一个症状的性质的变化。它指的不是说很多有一些慢阻肺或者是老慢支的患者，他可能到了冬天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咳痰传，而是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变化。第一呢，就是咳嗽的感觉变了，那比如到了从干咳出现了大量的浓痰，或者痰里边带血丝，那这个就代表了有大量的一个炎性细胞的一个浸润。这个过程呢，就是由于你出现了大量的细菌或者是支原体的感染，这时候的量变得特别大了。细菌或者是病毒病原体的量变得特别大，所以才会出现大量浓痰。然后血丝呢，就是说你这些病原体，它不光损伤了你的上皮黏膜细胞，还可能损伤一部分的一个毛细血管，造成出现了血丝。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出现了新的症状，比如说在咳嗽那个症状上出现了一个胸闷、胸痛，或者是感觉出现了一个丝丝的一个哮鸣音，那这个呢可能就是诱发了一个急性的一个哮喘。第三呢，就是全身的一个更重的反应，比如说一个高烧不退，或者是全身酸痛等等。这个呢，可能就是除了刚才那些定植的一些慢性的细菌以外，还有可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病毒感染，或者是发展到下呼吸道，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常说的一个肺炎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是比较实用的给大家提到了几个重要的一些指征。那反过来如果说一个人他平时可能身体还不错但是呢这次感冒之后他的咳嗽的时间就比较久了，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一些症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就是等他自愈？这个是一个就是有问题的一个观念就是如果说是年轻人，比如说一个青少年或者是一个青壮年，他可能感染了一次肺炎以后，他咳嗽再咳嗽个1个月或者是半个月左右，他能恢复，他的肺功能可能或者胸部 CT 拍完以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他可能咳嗽，尤其是超过3周的这种慢性的咳嗽，他体内可能是出现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持续性的炎症，那说明呼吸道里边的炎症它是完全没有熄灭，它还存留着一个这个基础，也就是说你这次的病完全没有结束。如果说你不去医治的话，刚才我提到第一就是呼吸道上皮黏膜它是持续的一个裸露的状态，它这个时候虽然它这个自身的一个炎症可能是一个低炎症状态，但是它可能引发来的其他的细菌和病毒，它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更大的一次感染，这个是非常有一定风险的。明白了